嗯，这酒不错，比咱买那意大利酒庄的酒好。那是，这10万块钱一瓶呢。真的？你以为呢？呵，行啊，这。哎，刘总，你有没有想过去意大利做红酒生意啊？有高端红酒，利润还挺可观的。我可弄不了那个，我要有那功夫，我干嘛不重操旧业干老本行啊？我投资点油矿，那来钱多快。你要是想弄矿的话，就去非洲呗。那丁义珍在那边开了一个金矿，正需要人手呢。龙哥，情况都这么严重了，我必须得跟丁义珍一样跑路啊！啊，那倒也不至于，啊，但是欧阳菁毕竟是被逮着了吧，多少是个隐患，出去避避也好。关键是欧阳菁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！我一没收过他的钱，二我也没给他过钱，把他逮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就给你提个醒，那大丰集团这几年的过桥资金都哪儿来的？还不都是你们的？是这钱确实是我给的，可这大不了就是违纪呀，这检察院可以查呀。那所有的利息我没装自个儿兜里，我是给大伙儿谋福利了。这种事儿啊，你放在公对公那叫违纪，放到个人头上那就是违法。那你要真被逮着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龙哥啊，真要是有那一天，我刘新建什么人，您心里不清楚啊？我肯定是咬紧牙关，一个字儿我不说。你也回头转告一下老爷子，让他把心放肚子里，这行吧？啊。不过龙哥，这话说到这份上，我还真有一个事儿挺担心的，就是咱们弄那事儿，那7个亿的那个。啊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那7个亿啊，是你们公司的正常投资，那没毛病。小程，小程，门口那拖鞋怎么回事？小程儿，不是让你拖鞋赶紧给扔了吗？摆门口怎么回事啊？赶紧的！哎，怎么了？臭死！我们家的亲戚就那么臭，那么贱吗？我说过他们臭，他们贱了吗？祁同伟，你别没事找事啊！我表弟他们是不是你给轰走的？不是我轰走的，都是他们挺识趣自己走的。但是我告诉他们了，我这儿不可能成为犯罪分子谋划犯罪的窝点。梁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谋划犯罪了？还能有谁啊？你，还有你的那些远房亲戚。祁同伟，你现在胆子真够大的啊！明明是你那些远房亲戚轮奸了一个黄花闺女，你竟敢下令网开一面！梁璐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执法权，这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祁同伟，我说了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是为了你好，我是怕你出事儿。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啊，是反腐高压，你怎么可以往枪口上撞呢？老三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我没有回来你们就走？你怕谁呀？啊，这家里又不是他说了算。行行行，别跟我废话，听我说啊，赶紧给受害人家属准备20万。吕州市公安局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调解车案。刘总啊，这个有空啊，还是出去躲躲。那局长特别交代了，说那侯亮平啊，油盐不进，啊，六亲不认，你真落他手里了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这让我出国躲躲，是老爷子的意思吗？老爷子倒是没明说，我话里话外啊，他还是挺担心咱们俩的。
哎，这样吧，我这2天忙完了，我去趟北京，亲自看望一下老爷子，当面听听他意见。没那个必要。当然有这必要了。就算是我要出国躲躲，我是不是也得当面跟老爷子告个别呀？行，到时候我在北京等你，好吧？那我先走了。不用送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这刘总脑子也太木了，他以为现在的汉东还是老爷子那时代呢。这刘新建啊，胆小怕事，话你还不能说太重了。总之啊，现在汉东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沙尔金他们来者不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啊，每件事情都要慎之又慎，有任何问题当断则断。明白？昨天晚上睡不着，我把利剑行动的方案做好了。突然想到了那个意外死亡的刘庆柱，我有个怀疑。你怀疑什么？我怀疑刘庆柱的老婆魏彩霞有什么隐情没跟我们说，别因为这个影响了利剑行动。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明确说到有个账本，可现在这个线索没有着落。对啊，按理说一个这么重要的线索，赵东来他们不会忽略的。难道说根本就没发现吗？也许吧。所以我不放心。我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的同志忽视了，只不过我们办案的侧重点不同。这眼看就要收网了，可千万别让账本上的那个家伙给溜了。程主任吧，跟您汇报个情况。今天早晨，跟踪的目标从检察院出来，左拐右拐，然后进了未来新月。我怀疑他是去了死者刘庆柱的家。来了，别摁了，来了。鹏哥，不是你这一大早你干嘛呀？你奔丧啊你？我跟你说有个急事儿。那侯亮平和他手底下那位女处长一大早就突然从省检察院出来，到了刘庆柱他们家所在那个小区。这么早去刘庆柱家干嘛去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找他媳妇儿去了解情况呗。那个什么赵东来市局那个，那昨天不是找过那女人了吗？找过了。那赵东来还想跟咱们保密呢，其实什么都瞒不过咱们。行了，你别吹了。那我问你，那女人到底知道多少秘密啊？不是，这就难说了。谁知道刘庆柱活着的时候都跟他说了多少啊？你赶紧给那高总打电话，问问他情况。这么早不合适吧？我管他早不早呢，我都起来了，他惹的事儿，他不管啊。打。你电话里别跟说太多，让他见面谈，好吧？张大姐，麻烦你叫他过来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魏彩霞，有人找你。找我做什么呀？检察院的了解些情况。检察院的找我干嘛呀？了解情况，走吧。陆署长、侯局长，这位就是魏彩霞。谢谢你们谈，谢谢谢。你好，我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，这位是我们的侯局长。我知道，公安局的人说是你们要找我的。龙哥，约好了。
作，哎，这不是说我信不过朋友，是有些朋友太不够意思了。你就说这刘庆柱啊，这是公司的这个财务处长，是他们招的人，现在出了事儿了，他们让我管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叫说的也是，这高总和厅长什么事儿办不了啊？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的，口口声声黑道白道。哼，不过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当时怎么就答应高总了？我不是怕那个刘庆柱咬到我头上吗？这一时糊涂，这答应他了。恐怕不止这么简单吧？哎，东哥，你当时是不是又喝多了？哎呦，这个酒精是害死个人的啊！厅长，赵公子这回可真火了，要不你也过来一趟？我过去干嘛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怕，他不能把你怎么着。可刘庆柱的事儿，这件事情又不是你处理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所以赵公子说了，咱们不够意思呀。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意思？嗯，我告诉你，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呗。厅长，要是你没什么着急的事儿，您就过来一趟。我有事儿，玉良书记在等着我呢。要不你给赵公子打个电话？行吧，我知道了。账本啊？什么账本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刘庆柱在电话录音里提到过的。可能有这个账本吧。可能啊。你是真不知道这个账本？哎呦，我是真不知道，刘庆柱那个死鬼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呢？是吧？你的意思是说刘庆柱的嘴很严？不全是，其实我们两个之间啊，早就玩完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都是各顾各，他挣的钱他花，我挣的钱我花。说出来你们都不信，这次火化我都不在跟前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夫妻几十年都是各顾各的了。你刚才是说刘庆柱火化，你都不在跟前啊？我说了吗？我没说。说出来你们都不信，这次火化我都不在跟前的。这边。谢谢啊。我承认我说了。那我问你，刘庆柱是在哪里火化？是烟台市？是吧？我是事后才知道的。事后？什么时候知道？是10几天前吧。高小琴拿着火化通知单让我来签字，我才知道。侯局长，我可以去跳舞了吧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刘庆柱是你老公啊？哎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跟他早就各顾各的了呀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刘庆柱是不是早就火化了？对，是山水集团高小琴他们的那些人给办的。后来烟台火葬场非要补我一个签字，说怕上面查。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刘庆柱死掉了呢。你就没有怀疑过刘庆柱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是真的死于心梗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高小琴说死于心梗，那我就认了呗。高小琴说的你就认？啊。赵总，哎呀，这一大早的您就给我叫过来，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啊？这是小事儿吗？一条人命呢。荆州公安局盯上了，反贪局也盯上了，一大早那侯亮平就赶过去了。没事儿，我
告诉你为什么？这刘庆柱和他老婆魏彩霞，俩人关系特别糟糕，与其说是夫妻，倒不如说是仇人。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延台火葬场非要补办手续，他老婆根本都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老婆不知道，别人呢？那小情人呢？他那小情人不是卷款私逃了吗？所以他才犯了神经病啊！哎，侯局长请进，这就是我家。哎呀，侯局长啊，你说我这个家有啥好看的呀？没事，我们随便看看。我说魏彩霞，你这屋里怎么一张刘庆柱的照片都没有？哼，你说是遗照吧？这刘庆柱10几年不在家住了，有遗照也不会在我这儿啊。侯局长，你是查赃款吧？去找他那个小情人，他那个小情人姓王，我跟踪过他，他经常给他打款，没错的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去跳舞了。我明天还有个比赛呢。哎，不急不急，耽误不了你比赛的。坐吧，我们还想了解一些情况。啊，那你们快着点啊。赵总，这刘庆柱的尸体没人见过，这个人是心梗死亡，还是旅游的时候失足跌死，更或者小情人卷款，他抑郁自杀，现在没人说得清。那现在是个什么说法？心梗死亡啊！赵东来、侯亮平他们不信，他老婆就信了。他老婆无所谓，无所谓。说我冷漠没感情，你们就不知道这刘庆柱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他跟我结婚不到半年，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后来就不断的换小老婆。他临死前泡的那个小王啊，还不到20岁呢。为什么不离婚呢？这么过下去，对两个人都不好。哎呀，怎么不想离呀？早就想离了，就是离不掉呗。怎么就离不掉呢？刘庆柱这些年存了有上百万，他还有一处房子在出租，他就是不肯给我。难得跟我去吃趟饭吧，还跟我玩 AA 制。所以，是你不想离啊？对，我就是拼上这辈子，我也要拖死他。现在好了，他可算是死了。哎呀，这他活着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想过他半点负。这下他死了，哎呦，我都谢谢他了。人家高小琴一次就给了我200万。魏彩霞拿了200万的抚恤金，当时就笑得合不拢口。她跟我说，别说她老公是心梗死亡，就算是被人杀死的，她也不在意。而且她要感谢杀她老公的那个人呢。这么说，这刘庆柱是不太会把我们的事儿跟他老婆说了。您想想，有可能吗？除非他刘庆柱自己想找死。你刚才不是说这刘庆柱有点神经质了吗？他会不会在发神经的时候说出去呢？既然你们夫妻之间是这么一种关系，那刘庆柱怎么会把他的秘密告诉你呢？你昨天在公安局都胡说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女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？你怎么知道刘庆柱一次次给大官们打钱？公安局的事儿，你们也知道啊？我昨天在公安局指挥中心，我都看到了，解释一下吧。刘庆柱当然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了，但是他的事情我就是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盯梢、跟踪、偷听来的。什么？盯梢、跟踪、偷听来的？啊，是啊。去哪里跟的？是山水集团刘庆柱的财务室吗？
不，那个山水集团我可不敢去，人家还不宰了我。你倒是蛮聪明的哦。这刘庆柱啊，他绝对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，但是他会跟他那个同居的小王说啊。他们呐，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，我啊侦查到了，然后啊就在他们隔壁，我也偷偷的租了一间。后来晚上啊，我就经常过去，偷听他们说话，给他们录音，他们的那些事儿啊，就全让我给录下来了。你说，你录他们的音？啊。我是想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。这刘庆柱啊，到底有多少钱？他离婚的时候能分给我多少？我得有证据是吧？我们国家的离婚法我是研究过的，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啊是要平分的啊。不是离婚法，是婚姻法。啊，对，婚姻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，这谁不知道啊？但是对于我来说，那就是离婚。从结婚那时候起，我就琢磨着怎么跟他离婚。这离婚可……好了，不说离婚的事了啊，说录音吧。你在他们隔壁隔了一堵墙，怎么录的？你把录音机放他们屋里了？不行，那个我做不了，那是007干的事儿。你要知道啊，他们租的那个破房子啊，是用木板隔的，一点都不隔音。他们俩在那边放个屁，我都能听见。你说他们俩……又跑题了啊！不说他们了啊，说刘庆柱和山水集团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秘密，我录下来以后，我给吓坏了，我就去找刘庆柱摊牌。我跟他说：“刘庆柱，你们的秘密我是全知道了，你要跟我好聚好散，我就把那个录音给消掉，要不然我就去举报你。”高总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一切还是谨慎为好。所以我建议，把这个魏彩霞做的由你们来做，以绝后患。做掉一个跳广场舞的大妈，您觉得有必要吗？尤其在这个时候，公安反贪两路人马都追上来了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敢让他死吗？我说去举报刘庆柱吧，人家刘庆柱一点都不怕，他还跟我说，咱们汉东的那个反贪局长叫陈海，他让我直接找陈海去举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打算向陈海举报了。如果你去举报，刘庆柱就不会心梗而死了。他想让你去的。哎呀，我哪知道啊！哎呦，你说那个时候我害怕呀。你说他给那些大官们打那么些个钱，哎呦，想想都害怕。你就是因为害怕，所以才没去举报的，对吗？不是，我是多了个心眼儿啊。他刘庆柱让我去举报，让人家把我给干掉。呸！我才不会上他这个当呢。他去举报，让人家给干掉了吧？我呢还得了200万的赔偿金。啊，这人呐就是个命。你说，这再能干，就躲不过个命吧？啊，魏彩霞。所以高小琴一来找你，你就知道是谋杀，不是什么心梗意外死亡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当时我还想呢，幸亏梗掉的不是我。既然知道是谋杀，你为什么不去公安局报案呢？我为什么要去告发啊？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的了。是啊，刘庆柱是你仇人，况且还给你挣了200万。就是嘛，这人呢也不是我杀的，对不对？何局长，我说完了，没事了吧？我可以去跳舞了吧？可以啊，但那些录音就交出来吧。好，我还想着怎么交给公安局的同志呢，我就去拿啊。那个账本儿
你确定是烧掉了吧？非常确定。烧账本的时候，程度也在场。赵总要是不放心，不妨直接问问程度。我啊，不是说担心我自己，啊，我主要还是为你们汉东官场这些朋友担心。啊，毕竟我在你们山水集团的投资是合法的，对吧？那是。您不怕，我也不怕。可是咱们那些官场上的朋友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这账本要是落在侯亮平手里，那就是灭顶之灾呀。最关键的，我主要是担心这事儿会牵连到您家老爷子，不是吗？那名单上可写着刘兴建的名字，这刘庆珠在刘兴建的名下写着8000万呢。8000万？刘兴建在你们这提走那么多吗？赵总，可不是吗？光大风场项目的一笔提成，那就是3500万呢。侯局长，我可以去跳舞了啊。去吧。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真是活得没心没肺的。奇葩呀，也挺失望的吧？绝望。你说有些女人就这么活着？赵总，还有其他事情吗？要是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不用。老虎都安排好了，安排好了。刘兴建的照片给他看了吗？就等你的一声令下了。按计划执行吧。是。狙击步枪我已经从装备处领来了，狙击位置也找好了。政委啊，你跑趟北京，告诉老书记，今非昔比了。现在的汉东不是过去的汉东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沙尔金深得中央信任，又非常强势，要让他认清形势，管好自己的子女。不过于良书记啊，赵立春毕竟是老书记，您说我这么去跟他说，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看老书记最近呢是有点糊涂了。这次赵立伦过来，应该不是老书记的意思吧？怎么不是他的意思？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哦，那好，那我马上去北京，我今天快去开会，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啊，不要招摇。不过，我觉得您还是跟侯亮平谈一谈，因为他这个位置呢，就像是一把剑，这把剑如果握在我们的手里面，那汉东的力量配比就会不一样，因为他这个位置太重要了，反贪局的局长。别做梦了，侯亮平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剑。那这把剑也不能捅在我们的身上，相安无事最好。你这些话有点道理。行，抽空我找他谈谈。刘庆珠的账本还没有找到？没有，十有八九是落在山水集团手里了。有这种可能啊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账本，他们才对刘庆柱起的杀心。魏彩霞还算聪明，我今天把他的录音资料都拿到手了。这些情况你要及时的和公安局长赵东来啊通通气，杀人案交由他们办。我让陆亦可去了。亮平啊，利剑行动今天开始实施，你马上通知各处到反贪局会议室集中。
季检察长，高小晴的名字怎么划掉了？啊，我跟林检察长研究了一下，把你这方案呢做了一点改动，先让陆亦可他们上门封账，人暂时不动。人暂时不动。刘庆柱是死于谋杀的。那我问你，他是死于高小琴的谋杀呀，还是山水集团的谋杀呀？我刚才不都汇报过了吗？刘庆柱的死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有关系。魏彩霞是人证，她有录音。录音是间接的证据，间接证据不都是证据吗？梁平，你就不要和我争了好不好？刘庆柱的账本找不到，现在我们的突破口只能放在刘新建身上，利剑行动必须要尽快落实。好吧，是不是高玉良书记对高小琴有什么指示啊？不是高书记有什么指示，是我指示，不行吗？行，你们不都是我领导吗？季检察长，您和林检察长去山水集团打过球没有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您和高小琴唱过《智斗》吗？她唱的可棒了。你无聊吧？你要是怀疑我，可以向省委举报我，上最高检举报我。有哪儿能啊？我不是和您开玩笑吗？以后这样的玩笑少开，一点也不可笑。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进来。高书记，梁璐老师想跟你做个汇报。一个大学老师找我汇报什么情况？有什么事儿，让他找他们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去啊！就说我不在。高书记，梁璐老师已经来了。怎么说来就来？什么情况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看梁老师情绪有点激动，而且他也知道你在办公室里边。肯定跟祁同伟闹上了。这两口子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所以我说这婚姻呢，门当户对还是有些道理的。就是，那祁厅长一个农家子弟，他就不该娶梁老师这么个大小姐。别说这些了，请他进来吧。同志们，开会了。同志们，116案件发生到今天已经过去76天了。我知道大家在这76天中，殚精竭虑，日夜奋战。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，可以收网了。现在我命令各组立即行动，拘留116案件涉案嫌疑人员刘新建、陈兴全、徐连山、王国瑞，行动吗？是。高书记，你还管不管你这手下的公安厅长了？梁老师，这大清早哪来这么大火啊？喝点水，慢慢说。这祁同伟啊，现在是太不是东西了。别这么说嘛，梁老师，这两个人闹矛盾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责任都是双方的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嘛。哪怕这同伟负主要责任，你自己也要检讨一下。我今天说话也许直率了啊，你这大小姐的脾气要改一改了，不要老是瞧不起同伟那些家人和亲戚。高书记，我今天啊，真不是为这事儿吵的。这祁同伟现在太无法无天了。高书记，如果是一般的家庭纠纷，我今天不可能跑到您的办公室来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来汇报。可祁同伟现在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已经走到了犯罪的边缘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不要夸大其词。
我没夸大其词，高书记，你不知道他背着你们这些领导干部都干了些什么。他老齐家沾亲带故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他能安排的都给安排到公安系统了，已经严重违反了人事干部制度的相关规定。这不能够啊！我们公安部门进人是逢进必考的。高书记，您被他蒙了。我好几次看到祁同伟就坐在家里，遥控指挥各地公安的招聘面试，眼看着他把一批一批的人都给安排了，可以说是花样百出。有这种事情？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？我这辈子算是见着了。高书记，这么说吧，如果你再不管一管你这位厅长，他可以把他们村的野狗都弄到公安厅当警犬。欢迎欢迎。你不欢迎我们也得来啊。请。他们吕州有3个远房亲戚，把一个外来的打工妹给轮奸了。这祁同伟竟然这种事儿他都管。昨天晚上给吕州公安局长打电话，说要出20万来调解撤案。我估计那3个强奸犯今天都放走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个案子是在1个月前，这个电话就是昨天晚上打的。你找到。吕州市公安局吗？我是省委高玉良，找你们陈局长，赶快找，让他给我回电话。我等着。梁罗，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向其他领导汇报过？没有，我就向您一个人汇报。虽然祁同伟太不像话，但我知道，他是您的学生，又是你的亲信部下，你不会害他。我们都不想害他，但也不能让他给害了。就是。我正要说这话呢。陈局长是吗？我是高玉良。高书记，有件事我要跟你通个气儿啊。您说。不管昨天晚上祁同伟给你打过什么招呼，下过什么命令，都要依法办事。不要枉法犯法，自食其果。高书记，你是不是说我们手上那个轮奸案？对，就是这个案子。陈局长，我们都是干政法的，不要知法犯法。职责所在。对。如果那3个轮奸犯已经放了，立刻给我抓回来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到时候后悔莫及，懂吗？是，高书记。高玉良想，也许他已经被祁同伟害了。常委会上，田国富公然说道：“祁同伟不宜安排副省级职务。”沙瑞金也没个态度，莫不是省纪委已经抓住了什么把柄？从梁路反映的情况看，这不是不可能。如果祁同伟真的出了事，他这位领导兼老师可就百口莫辩了。高书记，我真是为祁同伟好。我今天向您汇报，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啊。要是说了，我们俩真的没法再过下去了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刘新建，我坐着，别管。你们几个去隔壁。别过来！你们就给我别过来！先冷静，别过来！我跳下去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我跳下！下来，要不然我跳了啊！好好好，好。往后退。这都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们一直配合您查账啊。两位行长，你们涉嫌受贿被拘留了。这是拘留证，跟我们走吧。陆处长，知道你们要来，该准备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？您这是嘲讽我呀，还是嘲讽检察院呀？陆处长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既不敢嘲讽您，我也不敢嘲讽检察院。我们山水集团一路以来都非常痛恨腐败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们一定都会配合工作。痛恨腐败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喜欢呢。陆处长真会开玩笑啊！